大家好，我是貓盾，今天我們來聊命魂諸葛果。諸葛果釋放命魂技後，會使我方全體進入爆元狀態，持續至戰鬥結束，並同時使敵方全體進入陰陽逆亂狀態。爆元可以儲存最多2000點怒氣，每儲存500點視為一次充能，每次充能都有 50% 概率可以立即釋放一次怒攻，每回合開始時重置。命魂諸葛果把釋放怒攻的門檻降低到了500點怒氣就有機會釋放，再配合女團回怒的能力，這個怒攻數量就會非常可觀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是充能釋放怒攻，所以可以躲過 SP 蔡文姬無法消耗怒氣來釋放怒攻的限制。SP 孫尚香也因為有着優秀的回血轉怒氣的能力，而被玩家重新拿出來玩。而且 SP 孫尚香的異護狀態也可以保證女團單數回合不死。如果你缺少命魂漿的，不妨把 SP 孫尚香拿出來試試效果。命魂技給敵方附加的陰陽逆亂，會使接下來獲得的1000點怒氣全部失效。只有在抵消1000點後，才會退出陰陽逆亂狀態，正常的恢復怒氣。這樣就等於是讓敵方全體都少放了一次怒攻。若己方上陣至少5名女性武將，爆元會升級成為爆元守一。爆元守一增加了充能後，可以恢復最大生命 20% 和獲得 10% 增減傷的效果，最多可提升 100%。若充能的是 SP 武將，還可以額外恢復1點龍魂值。從命魂黃月英開始，就經常出現至少上陣5名女性才能觸發的技能，這是在為女團後期轉後宮鋪路。畢竟沒了 SP 貂蟬，女團就不用再死守一定要全女了。命魂一階的最後一個技能，若任意爆元或爆元守一觸發時，命魂諸葛果還有 50% 概率會釋放一次普攻追擊。只要將諸葛果的潛能設定成普攻恢復100點怒氣，果子恢復怒氣的速度就會很快了。3階命魂光環會使所有我方成員造成和受到的傷害結果提升和降低 35%， 若為女性成員則翻倍。同時攻擊也會有 30% 的無視防禦提升，受到灼燒傷害時也可額外降低 100%。命魂諸葛果又來給女團打補丁了，傷害結果提升可以進一步加強 SP 蔡文姬的輸出，傷害結果減免，灼燒傷害降低，則是命魂諸葛果打火燒的第一步。每當有一名敵方武將退出虛界或陰陽逆轉，命魂諸葛果都有 50% 概率可以釋放一次怒攻。虛界是諸葛果專武的能力，官方好像突然才想起專武還沒改，結果剛剛才臨時把專武的技能修正了。命魂諸葛果透過敵方退出虛界或陰陽逆轉而釋放的怒攻，可以為己方全體女性武將恢復200點怒氣和 20% 最大生命值，每回合最多觸發10次。有了這個能力，雙方在回怒的能力又進一步被擴大了，女團要充能和回血也更方便了。3階命魂會進一步提升爆元守一和陰陽逆亂的能力。爆元守一每次充能有 50% 幾率釋放怒攻，會提升為 100% 釋放怒攻。而且每回合儲存滿怒氣，也就是2000點怒氣後，還可以額外釋放一次怒攻。處於爆元守一狀態時，還可以免疫怒氣降低和怒氣恢復速度降低相關的效果。在受到異常傷害時，還可以抵消掉 25% 的傷害，這邊又再一次加強了對抗火燒的能力。處於陰陽逆亂的敵方，每次釋放普攻或怒攻時，有 30% 幾率會失效。每名武將每回合每種類型最多失效2次，也就是你的普攻和怒攻都有機會各失效2次。3階命魂還會使敵方全體武將每回合開始都重新獲得陰陽逆亂，這個能力很重要，有了3紅，你才能持續對敵方進行控怒，不然控怒的能力就只有1回合的效果。而且也會影響敵方退出陰陽逆亂後，命魂諸葛果釋放怒攻為我方回血回怒的能力。若命魂諸葛果處於爆元守一狀態，第3和第4回合開始時，敵方全體會獲得100點怒氣，這是命魂諸葛果的憐憫。
五階命魂會提升光環的效果。女性武將的無視防禦會從 30% 提升至 60%， 還多了一個受到異常傷害降低 80% 的效果。這邊又打了火燒隊一槍。我方魂將觸發爆元手藝時，恢復的龍魂值會提升至2點。我方每名武將沒有 5% 最大生命值提升，造成的真實傷害和破甲傷害都會提升 2%， 最多可提升 100%。這個又是用來加強女團的了。最後是退出陰陽逆亂的條件，也從原來的累積1000點怒氣，提升到了1500點才會退出，對怒氣的限制能力更厲害了。五階命魂附加的能力，會使命魂諸葛果每回合首次釋放怒攻時，扣除命中單位1點龍魂值，同時使我方攻擊最高武將額外釋放1次怒攻。命魂諸葛果的怒攻是全體，所以躲哪都跑不掉。支援主輸出怒攻的能力，也能提升隊伍的輸出。要知道，這能力可是每回合都能發動1次的。從第2到第5回合間，諸葛果每次釋放怒攻，都會使我方全體普攻1次，普攻會恢復自身200點怒氣和 20% 最大生命，每回合最多觸發4次。這個回怒和回血的能力，在和敵方退出陰陽逆亂後，命魂諸葛果釋放怒攻回怒回血的能力搭配，整支隊伍的回怒和回血能力將會非常可怕。別忘了輔助武將是可以透過友方普攻來恢復50點怒氣的，這也無形中增加了主輸出 SP 蔡文姬的回怒能力。處於陰陽逆亂的敵方武將，每次釋放普攻或怒攻時，失效的概率會從 30% 提升至 40%。每名武將每種類失效的次數也會從2次提升到3次。五階命魂諸葛果能使雙方在怒攻和普攻的次數上都拉大距離。SP 蔡文姬的普攻能回血，後續登場的 SP 姜維更是一支以普攻為主要輸出手段的 SP 武將。五階也會提升諸葛果的命魂技效果，每次釋放命魂技都會使我方女性武將立即獲得1000點怒氣，並恢復最大生命值 100% 的血量。這可是一個能給全體女性武將滿血復活，並附帶1次怒攻的命魂技。命魂諸葛果的命魂技一般都會放第1位，這樣配合 SP 蔡文姬的能力，就有機會可以再釋放1次命魂技。這個可以在殘局滿血復活的能力，含金量可是很高的。命魂諸葛果首次釋放命魂技時，會使我方全體武將獲得陰陽斗轉，效果會在第2回合開始才生效，一直持續到第5回合。此效果雙方只有一方可以觸發，所以傳世風物質的命魂值效果將會決定誰能觸發這個技能。陰陽斗轉就是個高級鎖血技能，每當持有武將受到大於自身最大生命值 10% 的傷害時，超出 10% 的部分都會轉為回血反補，全隊每回合最多觸發30次，平均每人可以觸發5次。打得越痛，回血就越多。五階最後一個能力，我方女性武將前2回合釋放額外怒攻時，可以無視怒氣釋放條件。簡單來說，就是其他技能進不了，女性武將額外釋放怒攻。最後來做個總結，命魂諸葛果是目前最強勢的命魂武將，它的價值比命魂黃月英還高。沒有命魂諸葛果，釋放怒攻的能力就會處於絕對的下風。女團不用說，一定是必抽命魂諸葛果的。女團在有了命魂諸葛果後，現在已經能打敗火燒隊登頂。至於其他陣容，則暫時不會用到命魂諸葛果。魏國用的依舊是他爸 SP 諸葛亮，吳國則有新成員命魂賈詡加入，蜀國則要等 SP 姜維上線後才會成型，到時命魂諸葛果就會入隊。所以想玩這2支隊伍的玩家都可以抽命魂諸葛果。命魂諸葛果是敗在有5位女性武將的限制，如果不滿足這個條件，諸葛果就只會剩下一半的能力。火燒和盾隊就是因為滿足不了這個條件，所以才不用諸葛果的。但這是在你有其火燒體系或盾隊體系命魂武將的前提下才成立。不然的話，你擺上一個3紅命魂諸葛果，還是會也比上其他武將好的。命魂諸葛果在女團可以用很久，
但在蜀國隊之後就會受到命魂觀銀屏的挑戰。命魂諸葛蠱會被取代的原因也和其他隊伍一樣，當有越來越多能完全發揮並適配隊伍的命魂五將存在時，命魂諸葛蠱這能發揮一半實力的命魂就要被淘汰了。所以命魂諸葛蠱最終的歸宿還是在女團裡。在命魂觀銀屏的版本，命魂諸葛蠱還是可以和命魂觀銀屏一起上的，但之後登場的 SP 曹丕和 SP 劍心都會直接把命魂諸葛蠱擠出隊伍。但如果你都不抽他們，那命魂諸葛蠱就可以繼續待在隊伍裡，當然強度是沒法比的。總之抽命魂諸葛蠱是不虧的，即便在蜀國隊被淘汰了，也可以繼續待在女團裡。建議女團玩家最少也要將諸葛蠱抽到3紅，有3紅的命魂黃月英的，也建議先抽諸葛蠱到3紅，因為2個3紅的命魂絕對會比1個5紅黃月英好。如果2個都沒有，也建議優先抽諸葛蠱。如果2個都3紅了，那就優先把諸葛蠱抽到5紅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